明天就要去新加坡了，虽然很兴奋，但是听说那边法律很严苛，而且还有鞭刑，突然有一点小害怕，怎么办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岛双射手，我是血糖阁主，我是 YJ。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安全、法律非常健全的国家，所以呢，大家生活在这边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。但是呢，如果很多人要来新加坡的话，他可能会跟上一个小短片一样，有同样的疑惑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新加坡有什么有趣的法律或者规定。第一点，在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上是不可以吃东西，也不可以喝水的，连一口水都不可以喝的。好像有的人会有误解，就像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会有误解，觉得喝饮料是不可以，但是喝白开水是可以。其实白开水也不可以哦。比如说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，在很多公共汽车或者是 MRT 这个地铁上面会有这样的标识，来警告大家说不要去吃东西，不要喝水。还有很多情况你会发现有一个榴莲的标志。就是说，在公共汽车上你是不要带榴莲的，因为榴莲是很有味道的。所以每次买榴莲就只能打车回家。打车其实你要问一下司机，对，你得问一下司机愿不愿意让你打车。但是那个味道真的很好闻。因人而异吧。或者你有自己车可以带着，或者你就当场吃了就好了。所以现在因为 COVID 嘛，所以大家都会点外卖，也会榴莲外卖。不过在地铁上千万不要试错，不要觉得说别人看得见就不去遵守这个规定，因为新加坡的摄像头有很多，尤其在地铁里，所以对，应该旁边的人也会举报你，如果你吃东西的话。对，所以请不要违反这样的规定，因为政府觉得你吃东西或者是喝水容易把公共环境弄脏，就是水的话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座位会变潮湿，这样的话大家就不是很方便的。我之前听说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小姑娘，她在地铁上吃了一颗糖，然后被罚款了30块钱。对啊，所以为了大家的财产考虑，更不要在交通上吃东西和喝水。下面分享一个有趣的，就是新加坡是不可以随意涂鸦的。涂鸦是一个艺术创作过程。新加坡是鼓励艺术创作的，但是在新加坡的墙上呢，你必须要有组织的，你要去跟组织汇报，今天我要去涂鸦，组织批准了，你才可以去进行艺术创作。比如说 Arab Street 那边有很多涂鸦的墙啊。对，但那些都不是你随意就可以画的，就是必须有组织、有纪律的去进行涂鸦。OK， 那如果说大家不小心涂了之后呢？那后果非常的严重。你有听说过新加坡有鞭刑吗？就是你刚刚小视频里面说的那个可怕的酷刑。就涂鸦就会被鞭刑吗？对，就是之前有一个故事，是美国有一个18岁的青年，他的名字叫 Michael。他在新加坡旅居的过程中呢，应该是没有注意吧，但也有可能是他憎恨社会，因为他那次在20辆汽车上随意喷涂油漆，他就被判了鞭刑。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具体犯刑的量的大小来判定吧。如果说你只是涂了一点点，可能不会像鞭刑那么严重。当然了，不是鼓励大家去涂鸦了，只是说虽然提到了鞭刑，大家不要这么害怕，不是说随便做一点小事情就会被鞭刑，他可能行为比较严重吧。对，他感觉有一点攻击社会的感觉，他在20多辆汽车上涂嘛，然后当时美国人觉得这个是没有人权的一个判刑，因为他会把你的裤子掰开，然后就真的拿鞭子去抽你哈。然后美国总统当时还求情了。但是新加坡真的是一个法律非常严苛的国家，就是真的你犯了我们的法律，我会制裁你的，所以他好像是免去了2鞭子，然后还是执行了2鞭子，当时是判了4下。太吓人了。第3点也是我觉得非常不能理解的一点，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家里如果光着膀子，被别人看到了，算犯法。这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国内夏天经常在街上光着大膀子，而且是尤其在夏天，你去看很多我们父辈会光着大膀子在门口喝啤酒啊、看球赛啊，这都很是正常的事情。对，新加坡就是室外，不仅室外不行，室内也不行啊。室内如果你不让别人看到，别人举报你就没事。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大家都不会去举报这种行为吧。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那种感觉，在家里还是比较凉快哈。是，大部分在自己家，如果你光膀的话，也就 OK 了。对，但是其实你最好是把窗帘拉起来比较好，是社会影响。对，所以说想提醒大家，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要以防万一的话，还是把窗帘拉上。虽然我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或者你买一个没有人可以看到你家的窗户的地方。就是可以里面看出去，但是外面看不进来，对吧？这样，或者是你家对面没有人，就是海啊或者山，面朝大海的那种别墅嘛。对对。I'm rich.
其实在新加坡也很正常啊，因为毕竟新加坡三面环海，四面环海，北面不是马来西亚吗？隔着一条河呢。对，而且新加坡有很多山啊，很多树林啊，所以其实也是很正常的。不过大家要记住这一点，如果大家脱衣服的时候，请记住把窗帘拉上。好，第4点呢是非常有趣的一点，就是你在新加坡是不可以喂鸽子的。怎么理解呢？就是如果我今天抑郁了，我想喂鸽子散散心，我只能像梁朝伟一样打着飞机飞去英国伦敦去喂鸽子。我在新加坡是不可以。当然了。是这样的，根据新加坡的动物和鸟类法则呢，你是不可以把残羹冷炙或者是你的面包屑去喂鸽子的，因为呢，这样鸽子吃剩下来的面包屑有可能会引来老鼠之类的动物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鸽子它繁衍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它害怕禽流感传播。禽流感啊？对，因为这也是一个考虑，所以新加坡是不让你喂鸽子的。这样吗？Interesting。所以鸽子就很可怜，它有固定的人每天给它们喂。因为我看到，尤其是新加坡比较有名的一些旅游景点，比如说在鱼尾狮那片，鱼尾狮连接的新加坡河有一个特别大的鸽子的雕像，一个铜像，对，那一片有很多鸽子，所以如果大家去那边玩耍的话，请记得千万不要喂鸽子哦。不要喂鸽子，没有办法装忧郁。第5点，在新加坡是不可以自杀的。不是说不可以自杀，如果说有人自杀没有成功的话，可是会付出代价的。新加坡法律写的是不许自杀。就是我都不想活了，然后我自杀未遂，我还要什么坐牢吗？还是罚款？根据新加坡法令的第309条，有可能会监禁1年，或者是罚款，或者两者兼施。我太难了。你要自杀呀？我不要，但是我为自杀的人表示同情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自杀的想法。不过如果真的有人自杀在新加坡的话，没有成功会有非常严重的代价，被监禁，然后那1年里你想自杀也不会成功的。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无所谓了。黎叔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第6点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加坡的有趣的小故事。在新加坡，你用硬币去买东西你每一种面额的硬币呢，不许超过10个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就是当年有一个人，他去一个商场中心去买东西，他要退货，但是呢，那个老板就不让，他们就打官司。官司输了，法院就判那个老板把钱退给他。然后老板当时就很生气，老板说：“行，你既然判我退呢，我就退，但是呢，所有的钱都用硬币的形式还给你。”当时他一共给了18公斤的硬币，退还给了那个买家。那你刚才不说是去买东西吗？对，但是买完了之后他钱付了，然后后来他要把东西退还回去嘛。那就说花钱和找钱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政府呢也是操碎了心，他觉得这个行为是侮辱人格的，所以他就决定以后你买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能用1块钱花12个1块钱去买东西，你最多只能10个相同面值的硬币。也是啊，比较不方便啊。就是你卖家的话，你去收钱的话，收那么多硬币其实也不方便。对，但是其实我如果家里存1毛钱存的特别多的话，我买一个几块钱的东西，我可能就想把1毛钱都花出去。有一个妙招可以，大家可以如果攒了很多硬币的话，可以拿去银行去换。这是个比较好的方法，对吧？那倒是。现在这么流行的电子支付，其实很多人大家出门都不带硬币，就是真正的钱都会用手机啊，或者是用信用卡来支付，所以这方面可能对以后发展越来越不是很重要了。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岂不是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把硬币收藏着，以后就是古董了？嘘，不要说出来。我已经说出去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些。如果大家还知道一些新加坡有趣的法律或者是规定的话，请在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关注哦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